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这2年市场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气氛，一边是巴菲特手里囤着巨量现金，一边是黄金被各国央行抢着买，再一边是 AI 概念股还在冲，指数还在新高附近晃。表面看像是歌照唱舞照跳，可只要你把镜头拉远一点，就会发现很多大资金其实已经在悄悄换座位了。这就带出今天最关键的问题：如果下一场金融海啸真的要来，台湾真的还能独善其身吗？我的答案先放前面，大概率不能。不是说台湾明天就会出事，而是说只要全球资金开始重新定价，台湾一定会被卷进去，而且往往是最先感受到浪头的地方之一。原因很简单，台湾今天的命运已经深深绑在半导体、AI 服务器、电子零组件、资本市场和全球景气循环上。你不可能一边享受全球科技链条带来的红利，一边又完全躲开全球泡沫破裂时的冲击。这就是今天这集想讲的东西。我想用一条更清楚的线把这件事讲明白。为什么有些人现在开始害怕？为什么有些老投资人反而在加码？为什么历史上每一轮新技术狂潮最后都先把旧世界的价格体系打碎？而台湾为什么每次都很难真的站在岸上看戏？我们先从最近这波市场最不安的信号讲起。2026年夏天，韩国股市先出了状况。那一天盘面不是普通下跌，是几乎带着恐慌味道往下砸。三星、SK 海力士这些权重股一动，大盘就跟着抖。因为今天的全球 AI 趋势背后其实离不开记忆体、先进制程、封装、测试，还有整条电子供应链。更直接一点说， AI 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要吃晶片、吃电力、吃服务器、吃交换器、吃数据中心、吃存储器。所以一旦某一个环节被重新定价，其他环节很难不被波及。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市场一有风吹草动，台湾投资人会特别紧张。因为台湾不是站在旁边卖饮料的，台湾本身就在这条船上，而且还是重量很重的那一层。这时候你再看另一边，巴菲特手里握着天量现金，黄金在涨，一些老牌大机构开始减少风险资产敞口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上已经有一批人在问同一个问题：今天这些涨上天的价格真的配得上未来的现金流吗？如果答案没有那么稳，那泡沫就不是会不会破的问题，而是什么时候破的问题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区，很多人一听到泡沫就以为泡沫破了，世界就完了。其实不是，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情往往更残酷，也更现实。泡沫破掉以后，通常不是技术死了，死的是旧估值，死的是旧路径，死的是那些把自己压在错误价格上的人。技术本身反而常常活下来，甚至越活越强。你看过去200年，几乎每一次大浪潮都是这样。先是旧世界的人觉得荒谬，然后市场开始疯狂，接着价格冲过头，最后泡沫破裂。可等你回头一看，真正改变世界的技术早就已经把生产方式彻底改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不只是 AI 会不会泡沫化，而是如果泡沫化，哪些人先死，哪些人会活下来，哪些市场会被先打穿。这时候历史就特别有用。第一轮大浪发生在工业革命。在蒸汽机出现之前，世界靠什么运转？靠人力，靠处理，靠风，靠水。可蒸汽机出来以后，很多事情忽然变得完全不同。它不是单纯多了一台机器，它是把力量规模化了，把生产成本压下来了，把旧世界的节奏打乱了。英国那些织布工人为什么会去砸机器？不是因为他们讨厌进步，是因为他们发现机器开始抢走他们的饭碗。这就是技术浪潮最真实的一面。它在宏观上提高效率，在微观上却会制造大量失业和阵痛。台湾今天在 AI 链条上看起来很风光，但如果全球最后真的进入一轮更强的生产力革命，台湾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。因为你现在赚到的钱很多是建立在稀缺性上的，一旦技术让某些环节更便宜，利润分配就会重新洗牌。第二轮大浪是汽车、电力。
电话这些东西一起登场的时候，你今天回头看，会觉得这些发明很合理。可在当时，他们都曾经是令人不安的东西。英国甚至曾经因为怕汽车太快，立过红旗法，规定汽车上路前面要有人拿红旗走在前面，速度还不能太快。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像笑话，但它其实很典型。一个旧世界不一定会立刻被打败，它通常会先想办法拖慢新世界。可问题是，技术推进的方向往往不是靠法律能按住的。到了最后，汽车改变了城市结构，改变了能源需求，改变了就业形态。电话改变了通信方式，电力改变了工厂。旧行业不是一下子被炸没的，是一步一步被边缘化。这和今天的 AI 很像。很多人现在只盯着 AI 会不会写文章，会不会画图，会不会聊天，这还是太浅了。真正可怕的是，它正在变成一个跨行业的底层能力。一旦它和机器人、数据中心、自动化、药物研发、金融定价结合起来，影响就不是一两家公司的利润表，而是整个经济的成本结构。第三轮大浪是互联网。这个阶段，很多人已经有经验了，知道新技术会带来报复神话，于是故事开始变形。不是所有人都在研究生意，很多人在研究怎么把故事讲圆。你会看到，只要名字里带 fat 干嘛就能涨的荒唐时代。你会看到公司没盈利，但估值先飞。你会看到市场愿意为未来30年的幻想提前付今天的价格。这时候最危险的不是技术不行，是大家把可能性直接当成了确定性。互联网最后当然改变了世界，亚马逊、谷歌、各种云服务、电子商务，后来都证明了那一代人的方向没有错。可问题在于，买在山顶的人照样会被清洗得很惨。这就是我一直想提醒大家的一点，技术对不对，和你赚不赚钱是两回事。方向对，不代表价格对；趋势对，不代表你买入的时点对。现在回到 AI， 今天很多人的想法和20多年前很像。大家都知道 AI 会改变世界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改变世界的过程往往是先把一大批人的资产负债表弄伤。这就是为什么凯西、伍德这类人会站出来。他不是只看眼前利润的人，他盯的是技术扩散速度，他看的是成本曲线，他看的是生产率跃迁。他甚至相信，只要某种技术真的进入指数级扩散，估值模型就不能再用老方法。它的逻辑核心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一个产业的成本会随着规模扩张而快速下滑，那它就可能从小众昂贵品变成大众标配。一旦进入这个阶段，行业格局会翻天覆地。电动车就是典型例子，电池成本下降，整车成本下降，市场接受度提高，传统燃油车的护城河就被一点点消掉。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放到 AI 上，如果 AI 训练、推理、部署和应用的成本真的持续快速下降，那它就会像电力、互联网一样，从巨头玩具变成全民工具。而当一个工具从贵变便宜，最先受伤的往往不是它的使用者，而是原来靠稀缺性赚钱的人。所以现在的矛盾就很明显了，一边是市场相信 AI 会打开新世界，另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价格已经先把未来透支完了。那台湾为什么特别容易被卷进去？因为台湾不是单一故事，台湾是全球科技资本叙事里最重要的制造端之一。如果全球资金继续追 AI， 台湾会受益；如果全球资金开始怀疑 AI 的估值，台湾也会先被波及。因为你站在产业链中心，既吃得到行情，也吃得到波动。最简单的说，台湾最怕的不是没有参与，台湾最怕的是参与太深。一旦市场信心反转，外资调仓，出口预期下修，电子权重承压，金融市场的反应会很快，而且这种反应不是线性的，它往往先从龙头股开始，再扩散到整个市场情绪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看起来只是美国那边的科技股回调，最后台湾也会跟着重挫。不是因为台湾市场脆弱，而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全球资金链条里最紧的一环之一。接着我们还得看更大的问题，如果 AI 真的把生产率拉上去，甚至把很多服务和制造环节的边际成本往下压，
那它不只会带来增长，也可能带来通缩压力。这件事听起来可能有点反直觉，大家平时都怕通膨，觉得东西贵才是问题。可金融世界最怕的从来不是单纯贵，而是价格体系失控之后，债务结构接不住。因为今天整个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建立在信用和杠杆上的，房贷、公司债、政府债全都是固定数字。如果价格和收入开始往下走，债务不会自动变小，那就会出现一个很难看的局面：资产价格跌，营收缩水，现金流变差，债务压力不变，最后就是先伤企业，再伤银行，再伤整个金融系统。所以下一场海啸未必长得像2008年，它可能是从估值开始，也可能是从信心开始，也可能是从某个看似很强的科技板块开始，但路径大概率不会太温柔。这时候很多人就会问，那是不是现在就该空手，什么都别碰？我不这么看。更现实的做法是先分清楚故事和价格。故事说的是未来，价格说的是现在。如果你发现市场已经把未来10年的好处都提前算进去了，那你就要小心，因为真正的风险从来不是世界会不会进步，而是你是不是买贵了。再往前看一点，如果这轮 AI 机器人、能源储存、区块链、生命科学真的继续往前推，那未来10年世界当然还是会变，但变的过程里一定会有公司死掉，行业重组，市场换血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对台湾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赌一把 AI 一定涨，而是判断自己站在产业链哪一段，利润属于哪一段，风险落在哪一段。如果只是盲目乐观，觉得只要沾上 AI 就能一路飞，那很危险。因为历史已经证明，技术革命里最容易受伤的，往往是那些把自己想得太安全的人。到了这里，我们可以把结论说清楚。第一，下一场金融海啸未必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，但全球资产重估的压力很真实。第二，台湾不可能完全躲开，只要全球资金开始重新定价科技和出口链，台湾一定会被卷入，而且通常反应不会慢。第三， AI 很可能不是终点，而是新一轮结构变化的起点。它既可能创造新世界，也可能先清算旧世界的高估值。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，别把技术进步误认为资产安全，也别把市场热误认为风险消失。真正能活下来的从来不是最会喊的人，而是最早看懂价格和周期的人。如果这一轮最后真的只是高估值回调，那还算温和。可如果它演化成更大范围的信用重估，那台湾、韩国、美国谁都不会是局外人。你可以继续相信新世界会来，我也相信。但问题在于，新世界从来不是安静走来的，它通常是踩着旧世界的尸体过来的。这里我再补一层，很多人会更容易看懂。巴菲特为什么一直让人觉得稳？不是因为他不会怕，而是因为他最懂。价格和价值不是一回事。他老师格雷厄姆留下的那套方法，本质上就是先看资产，再看赚钱能力，再看安全边际。换句话说，先问这家公司值多少钱，再问你现在是不是买贵了。所以当他手里现金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市场才会紧张，因为一个买了一辈子股票的人突然不急着买了，这本身就是信号。当然，这不等于他在预言末日，更准确的说，他是在告诉你，至少在他那把尺下面，很多东西已经不便宜了。伍德的逻辑则完全相反，他不是拿老尺去量新世界，他相信新技术会把成本打穿，旧的估值框架会失效，所以他买的不是今天看起来最像好公司的公司，而是未来会不会成为平台的公司。这两种思路没有谁绝对高明，但他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。贝瑞又是另一种人，他不是讲故事的人，他更像是一个专门盯裂缝的人。2008年他看懂了次贷，今天他看 AI 估值。他的意思不是说 AI 没有未来，他的意思是市场已经把太多好消息预支出去了，一旦现金流兑现的慢一点，或者利率环境、融资环境稍微一变，泡沫最外层就可能先松掉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三类人看同一个世界，结论却不一样。巴菲特看的是安全边际，伍德看的是成长速度，贝瑞看的是系统脆弱点。
而台湾真正要小心的是不要只盯着其中一种叙事，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看到台湾半导体强，就觉得这轮永远不会停。可如果全球资本市场开始担心 AI 订单的回报速度，先杀的很可能不是营收，而是估值。估值一杀，外资调仓就会变快。外资一动，台股的情绪就会动。情绪一动，很多原本看起来很稳的权重股也会开始被重新定价。这就像你站在一条大河边，平时河水很平，大家以为没事，可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河面上有没有浪花，而是上游开始下雨的时候，水位是怎么一步一步涨上来的。市场也是一样，你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美国科技股某一天跌了几个点，韩国某一段时间半导体回调，台湾某些电子股跟着震，但真正的风险不是某一天红绿翻盘，真正的风险是资金开始从讲故事转向看回报，从买未来转向算现金流。如果到了那一步，台湾不会是最后一个感受到的地方，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全球电子周期最敏感的地区之一，它的优势在于它深度嵌入全球科技分工，它的脆弱也来自同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讨论台湾会不会被下一场海啸卷到，不能只拿政治角度看，也不能只拿情绪看，更重要的是看资本流向，看产业周期，看利率，看估值，看订单的兑现速度。换句话说，台湾要防的不只是单一事件，而是整个全球金融条件一旦转紧，科技股一旦重估，出口链一旦降温，市场情绪会怎么连锁反应。这个时候真正有用的不是喊口号，而是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。你是赚技术升级的钱，还是赚估值膨胀的钱？你是拿着现金流，还是拿着想象力？你是已经把风险算进去，还是只看见涨势？这些问题决定了你能不能熬过下一轮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很多人现在看得不够细。今天 AI 最像什么？最像一台巨大的预期放大器。它先把资本的胃口调高，再把订单、算力、芯片、机房、电力、散热、封装这些环节统统拉进来。只要大家相信未来会更大，今天就敢先砸钱。钱一旦砸进去，供应链订单就会好看，财报就会好看，股价就会好看。股价好看了，融资就更容易，融资更容易，大家又继续扩产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循环。它在上升期叫产业繁荣，在下降期就会变成资本收缩。台湾最敏感的恰恰就在这里，因为台湾很多公司的优势不只在技术本身，也在资本市场对他们的估值。一旦全球资金从乐观转向谨慎，订单不会立刻消失，但估值会先掉一截。而市场很多时候跌的不是利润，先跌的是信心。信心一掉，最先受影响的通常是电子权重、出口预期、配套供应链，还有那些跟景气高度绑定的中小型公司。这个过程不会只停在台北交易所，它会顺着融资、就业、消费、房地产预期一层一层往下传。所以说，台湾会不会被波及？答案几乎不是会不会，而是什么时候，以什么速度，从哪一段开始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把这类问题讲得太玄。它不是末日论，它是周期论，周期一转，谁都得重新排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巴菲特手里的现金，伍德手里的成长故事，贝瑞手里的做空逻辑，其实都在提醒同一件事：市场不会永远奖励同一种思维。当资金开始收缩时，能活下来的往往是那些早就承认不确定性的人。所以如果你问我下一场海啸来不来，我会说，浪头也许不会明天拍到你脚边，但水位已经在变，而台湾注定站在涨潮最明显的地方之一。更直白一点说，如果全球资金突然收紧，最先受影响的往往不是那些已经讲不动故事的公司，而是那些过去靠高成长预期支撑估值的板块，特别是半导体设备、电子零组件、AI 服务器相关供应链，还有跟外需和资本流动高度相关的产业。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风光，实际上都很吃景气。而当景气掉头，市场最先砍掉的往往不是未来，而是想象中的未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还没看到
基本面变坏，股价却已经先开始转身。所以我的判断不是悲观，而是谨慎。不是说台湾没有机会，恰恰相反，台湾在这一轮里面机会很大，但机会越大，波动也越大。你如果没有把周期想清楚，没有把仓位控制好，没有给自己留退路，那你看到的就不一定是红利，也可能是回撤。真正成熟的投资人看的从来不是一时涨跌，而是自己在风暴里能不能站稳，这才是关键。别忽视这种变化，它往往先从价格开始发作，要记住这点。最后再说一句，历史不会每次都原样重演，但它会压着相似的节奏回来。旧世界会先装作没事，然后开始防守，然后试图拖延，最后被迫承认价格体系已经改了。到了那天，台湾未必是最惨的，但台湾大概率不会毫发无伤。所以今天真正该做的不是幻想自己能躲在外面，而是提前想清楚，如果风暴真来，你靠什么站稳？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